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糖。还有15天，胡桃卡池就要来临了。那么本期视频 UP 就来给各位准备抽胡桃的小伙伴们解答2个问题吧。首先，第一个，我有满京的侠里灭尘，还要不要抽护魔？它俩的差距到底能有多大？我们来通过最直观的伤害期望值给大家展现一下啊。本次的伤害计算为90级灵命胡桃，并且含有2个大前提绑定要素：一是怪物自带水附着，也就是队伍要有星丘；二是圣遗物为魔女4件套。在京一灭尘的情况下，蒸发期望值为40024，精炼5下的期望值为42907。然后我们把灭尘换成护魔，京一护魔的蒸发期望值为57890。所以说有条件的强度党该抽护魔还是得抽，它和胡桃的契合度真的太高了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这把武器综合下来依然是 UP 心中唯一的一把 T0级武器。但是关于武器这个东西 ，UP 还是那个观点，强度党可以冲，XP 党你冲这干啥呀？侠里灭尘就够你用了。你看 UP 自己的这个京2灭尘玩了也半年多了，也没见我少块肉呀。然后第2个问题，胡桃一命和护魔2选1应该如何选择？一命这个东西它无法通过很直观的伤害数字来展现价值所在，所以 UP 就列个表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吧。首先来看一下二者的原石成本，一个角色的大保底是180抽，但是一般来说150抽就该拿到了，也就是24000原石左右。然后一把武器的大保底是240抽，一般情况是200抽能拿到，两者的成本相差差不多8000原石左右。但是 UP 只是计算了一个大概的情况，而且算的比较飞，因为抽卡你不能抱有侥幸心理，永远要做好大保底的准备。这游戏几十万人在玩呢，你为什么就会觉得你是欧的那一个呢？永远要把自己放在大多数里面呀。所以从原石成本这块来看的话，很明显一命要更好获得一些。然后是操作体验，这一点上面一命完爆护魔，有一命的胡桃是可以做到无脑重击的，不像0命胡桃你打着打着就没体力了，要是这时候怪物再放一个技能，你连闪避都没得闪。伤害期望这块的话，虽然一命胡桃相比较0命也有提升，毕竟可以多戳几下，但是经过 UP 实际体验过护魔之后，还是护魔的提升来得更大。这把武器的伤害差距不是那几下重击就可以补回来的。最后保值空间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也将是护魔绝杀一命的关键所在。UP 不止一次的强调过，没有功能性的纯 C 角色保值空间非常小，只要策划想动你，那就是2个版本的事情，并且动了0命胡桃，1命胡桃一定会受牵连。你虽然有个一命，但是角色的机制玩法全部都是一致的，还有角色的推陈出新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版本更迭，版本环境必不可能为老角色服务。所以说胡桃这个今年3月份推出，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年多的纯 C 角色，它到底还能玩多久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一斗比他强的你抽不抽？申鹤比他强的你抽不抽？8重神子比他强的你抽不抽？对不对？这些都是接下来2到3个版本根据资料显示可能会出现的角色，又不是 UP 我在这里胡说的。所以说你与其继续加强一个角色，不如先拿一把泛用性特别广的护魔去加强你的所有长枪角色。护魔这把武器你胡桃能带，钟离、萧一样能带，雷神也能带。这里很多玩家有一个误区，觉得鱼叉能碰瓷护魔，省省吧。UP 自己带的就是鱼叉，这个武器几斤几两，我心里还是有点逼数的，也就在4星武器里面能打一打，碰瓷护魔咱还是算了吧。所以从保值空间这块来说的话，只要你把护魔抽出来，目前所有的长枪角色它都可以带，因为它的武器泛用性真的太广了，哪个角色谁还没有点血量呀，对不对？甚至有可能你后面再出一些长枪角色，护魔之杖这把武器依然能带啊，比如说逐月节 PV 里的这个角色呀，申鹤呀，赛诺呀，你只要有血量，它这个武器就是能一直用。好了，一命和护魔的一个比较就是这样了。实在要让 UP 给个建议的话，反正综合下来，护魔的获取成本可能会略高一些，大概得多个几千原石，但是它能给予你的回报一定是远大于一命的。那么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了，希望能看在辛苦干视频整理资料辛苦码字的份上给一个长按3连，感激不尽。